全球化，还有全球的这个成长趋缓，台湾的中小企业其实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当我们把我们的网站搬到 HubSpot 以后呢，大概过了6到8个月，它的流量呢从原本的100多增长到平均现在每个月有3000多，这意味着呢它有30倍的商机生成的机会。这表示呢数位化会是在这波全球激烈竞争下的企业存活解放。上一集我们聊到了数位转型的3个方向，分别是提升客户体验、调整企业流程跟转换商业模式。那今天我会分别就这3个数位转型的面向，有哪一些工具可以应用，那以及提供一些我们的企业真实案例，让你对数位转型更有概念。第一个，提升客户体验。那在提升客户体验，你可以导入 CRM 的工具来帮助你集中管理你的客户资料，记录你的销售与互动的过程。这些资料可以帮助我们去提供更个人化的服务跟销售体验。那再来，我们可以导入这种社群管理工具，因为我们要多渠道的跟客户互动嘛。社群管理工具有像这种 Hootsuite 或者 Buffer， 我们可以管理我们所有的社群平台，那及时跟我们的客户做互动。那第3个，我们可以导入我们的客服的聊天机器人。那知名的 Chatbot 的工具有像 Intercom， 或者是我们 HubSpot 有配置 Chatbot 的聊天机器人，它可以帮助你的企业提供24小时的即时服务，提升你的客户问题解决的效率。第2个，调整企业流程，就是帮助你们的内部协作，让流程更有效率。因为讲到内部流程，其实就可以导入 ERP 的工具。那 ERP 知名的有像 SAP 或者是 Oracle 的 NetSuite， 我们可以整合我们的财务、人力资源，或者是供应链，甚至于你们的库存管理的这些核心数据，可以体现及时的这些高效的管理。那第2个，很多公司其实都有导入像 Slack 或者是 Microsoft 的 Teams， 它可以帮助你们提升内部的这些沟通效率。因为其实很多公司呢还会使用 Line 来做内部的沟通，其实这是非常没有效率的，因为 Line 的记录是无法去留存的。所以呢，企业应该都要有一套内部的协作的沟通工具，支持你们可以做及时的沟通，并且把这些记录都可以留存下来。那第3个呢，一间公司不免的要有非常多的文件，所以我们也需要有这种文件的管理工具。那知名其实企业使用的像这个 Google 的 Workspace， 我们可以在上面把我们公司的所有的这些，比如说档案、图片，全部都上传到一个云端资料夹。我们可以做多人的编辑或是多人的协作，对于你们的内部运作其实也会非常有效率。自动化工具，那自动化工具知名的有像 Zapier 其实帮助你的就是可以减少一些重复性的工作，比如说这件事情触发了以后，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事，这个就是流程的自动化。那最后一个就是专案管理工具。那很多公司呢在专案上面其实会非常的混乱，我就会建议你们要导入一套专案管理工具。知名的专案管理工具有像 Twilio 或者是 Asana， 甚至像 Jira 这样的专案管理工具，你可以清楚的指派你的任务给你下面的这些 team member， 帮助你们在专案的执行中更有效率。那在转换商业模式的这个面向，从以前我们的传统销售到我们电商销售，其实我们就是从线下转到线上嘛。所以呢，很多企业、很多品牌，他们都会有线上的 e-commerce。线上的 e-commerce 的工具，你可以使用的是像 Shopify 或是 Shopline， 甚至于 WordPress、WooCommerce 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工具。你可以搭建你的线上商店，把你的这些线下的业务变成线上的方式，增加你的这个多渠道的这个经营。第2个面向呢，我们可以利用一些 SEO 的工具。为什么要利用 SEO 工具呢？因为 SEO 可以帮助你找到你的使用者，他们可能正在寻找的一些关键字，你可以以这样的工具来拓及更多的市场，让更多人可以找到你的品牌，增加你的品牌曝光度，帮助你在市场上的搜寻排名向前。市面上的数位工具真的有非常多种，随着这些科技的进步，所有的工具也不断的推陈出新。在选择工具的时候，我们要先去探究本质，就是你的企业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困境，你想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你想要解决比如说数据整合，因为你的数据分散在各地，或者是你想要解决行销团队执行 campaign 的效率低下，或者是整合你的库存管理，从痛点出发，帮助你的企业找到正确的工具。不一定昂贵的工具可以帮你解决问题，一定要能够找到解决你问题的工具。在数位浪潮之下，其实所有的企业正面临到全新的困难。那如何透过工具让他们永远的保持竞争力，其实是每个产业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其实友通大概4年前找到我们好爸爸，当时他们面临的挑战是，他们的客户资料没有办法做机动的管理，然后非常的散乱，他们没有办法及时的追踪客户的足迹，没有办法及时的做跟进销售，也没有办法衡量行销成效。那最重要的是，他们想要提升品牌知名度，有
更多人看到有通的这个品牌。那当时呢，其实我们提出了解决方案，当然就是导入一套好的 CRM 的行销工具，就是我们选择导入 HubSpot 的这个 Marketing Hub 的行销工具。那我们帮他做的就是建立自动化的流程，帮他们去清整客户的这些资料，去适时的做一些贴标以及分众。当做到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做到个人化行销。那最终呢，制定了非常多的报表，帮我们去衡量说，到底哪一个广告活动或是哪一个 campaign 有帮他们带来实质的效果，在提升客户体验这件事情上。其实对 DFI 而言，其实追求高品质的客户体验一向是他们的企业目标。那但因为在过去的资讯分散，然后资料集中在各个系统，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精准的去预测客户的需求，导致于跟客户之间的互动效率其实是非常的低落的。导入系统以后呢，他们可以透过HubSpot 的这个 CRM 平台，统一管理所有的客户资料，在销售前、中、后都确实的记录客户的一些足迹。那行销团队呢，可以根据这些客户的足迹去制定，比如说客制化的电子报的内容，比如说喜欢产品 A 的，我可以触发一连串产品 A 的资讯给他；那喜欢产品 B， 我可以设计产品 B 的 campaign 或是后续的跟进 EDM 的内容给他，他们就可以增加他们的电子邮件的这些开信率，同时间呢，他们也可以带来比较高的客户满意度以及客户的转换。那其实 DFI 很清楚知道，单次的交易跟销售已经没有办法支撑整个企业的成长，它的动能其实是不够的。DFI 透过这样的自动化的方式，对特定市场、特定受众定期的发送电子报，跟他们定期的做互动，搭配一些行销活动跟 campaign， 跟客户建立比较长期的这些关系。那它也可以同时做一些 upsell 跟 cross sell， 这样子的做法不仅仅可以提升它的忠诚度，可以挖掘更多新的商机。DFI 的所有的这些参展名单，他们需要透过 Excel 去做管理，然后去做指派，然后可能再用 email 的方式去指派给全球的业务。那这种方式其实耗时，而且容易出错。那导入 HubSpot 以后呢，其实我们透过了这些自动化流程，我们建制了一个全球自动化指派商机，而且是即时指派。那比如说在参展活动结束以后呢，客户呢有兴趣的产品跟他的这些受众分群就会自动的分好，那我们就可以因应他喜欢的这些产品而发送他有兴趣的讯息的内容，甚至于即时指派业务来做跟进，时间会扼杀销售嘛。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做到第一时间就指派给我们对应的业务去跟进客户，那你的成功率当然就会提高。所以呢，这个就是在调整企业的整个跟进流程上面的优化。那最终呢，其实我们带来的成果，它的整体的 EDM 的开信率达到了 24.3%， 那它的潜在客户的成长率高达了 153.8%， 信件的寄达率也高达 98.7%。 那其实这都归功于因为我们有做分众行销，对的时间给对的人对的讯息，那当然我们就可以带来比较高的转换率跟比较高的互动率，甚至比较高的开讯率。大概在2021年的时候，有一间台湾中蛮知名的企业就叫 Everpets， 那他们专做的就是一些零件，它给的是全球的市场。当时他们找到我们的时候，他的问题是当时他们使用的 CRM 系统其实操作非常不直觉，所以内部的使用率其实是非常低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去追踪客户的足迹，就直接的影响了整体的这些行销的执行的效率。第二个就是他们没有完整的自动化流程，他们所有的 EDM 的寄送都是经由以前收到的这些名单，用 Excel 的方式整个 list 汇入到 EDM 的系统再去做寄送。每寄送一封 EDM 其实都是非常耗时耗力的，就算你寄出去，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很精确的去衡量成效。第三个这个企业遇到的痛点就是他们缺乏一个 landing page 电子报的系统。如果他们要去做参展，他们都需要请原本的网站公司去帮他们制作一个 landing page， 然后呢，在后续的收到名单以后，用CSV 的方式汇入到特定的系统去做电子报的寄送。那对他们内部的行销同仁来讲，其实是非常非常没有效率的。对 Everpets 而言，提升行销效果才能够提升他们业务成长。那很多企业呢，其实会把业务放在最前面，但是其实所有的业务是要从行销开始的。当你有更多人看到你的品牌，你才有机会把你的东西卖出去。所以他们导入了他们 HubSpot 的这个自动化的行销的流程，他们设计了非常多自动化的这个 EDM 的寄送，触及了非常多的潜在客户，然后提升了客户的转换率。那第二个，透过 HubSpot 内建的这个电子报的系统 ，Everpets 可以创建专业且吸引眼球的这个电子报，那大大的提升他们的开信率跟点击率。透过自动化流程，让客户可以感受到专属的行销体验。在 HubSpot 的这个支持以下呢，其实这间公司呢制作了一连串的这个 landing page， 那这些 landing page 可以帮助他们收集到更多不同的商机，做更多不同
的客户转换。当这些商机进来以后呢，他们有自动化的商机管理流程，可以把不同产品线的这些客户分派给不同的业务去做跟进，极大化这些商机的转换率。根据另外一个数据研究，就是71%的合格销售机会并没有被业务做跟进。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没有一套工具做这些及时的这些商机跟进的话，你其实会少了很多的销售机会。根据我们接触了200多家企业，我发现其实大部分客户的痛点都还是来自于其实网站的流量是非常非常低的。那当你的网站流量低的时候，你的客户找不到你，当他找不到你，他就没有办法跟你买东西。那这也是他们最大的痛点之一，因为他们必须要大量的投放广告，才可以吸引更多的客户看到他们公司的品牌，产生更多的销售机会。当时我就建议他，我们要不要把网站搬到更好的一个后台管理系统，加强 SEO 的这些performance 的分数，那可能让你的搜寻排名可以更往前，那你的被看到、被找到的机会就会更多。当我们把我们的网站搬到HubSpot 以后呢，大概过了6到8个月，我们其实发现它的流量呢，从原本的100多增长到平均现在每个月有3000多。这意味着呢，它有30倍的商机生成的机会。从行销开始到销售，到后续的客户服务以及网站运营，同时间都在同一个后台，数据都会在同一个后台。HubSpot 提供了非常多的分析工具，可以帮助他们能够实质的了解，到底哪一个广告实质的带来订单，到底哪一些行销活动真的帮助 Everpad 带来实质的商机生成，那他们就可以很快的因应的他们看到的这些数据结果做比如说数位策略调整或是广告的调整，避免这些预算的浪费。那这个案例呢，其实我会想要让你们知道说，数位转型不仅仅是大企业的专利，或是只有大企业可以做到。其实一般的中小企业，如果你有这样的思维，你可以借由我们提的这些案例或经验，甚至工具，建立属于你自己公司的数位策略。当然，如果你想要更快、更精准，有专家帮你做这种顾问咨询，打造你属于你公司的数位行销的这些计划，那欢迎你到我们HubHub的官网跟我们预约1对1的顾问咨询，我们会竭力的帮助你们。不知道各位看了数位转型的影片有什么收获呢？欢迎你在下方的影片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那未来我们将不定期的推出数位转型或是数位行销的相关的影片或内容。最后我想说的，与其担心投入以后会失败，不如担心你现在不做对你的企业带来的风险。别忘了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哦。我是伊望，我们下次见。